在娱乐圈当了几年小透明，我终于凭借新电影的男配角得到一点出圈的机会，一夜之间上了3个热搜，喜提50万新粉。我们公司作为3无小作坊，哪见过这种大场面？当天晚上就召开会议，为我商讨后续的发展。就连我们老板都连夜踩着共享单车来了，10多个人挤在会议室，喋喋不休讨论我接下来的工作安排。让我参加综艺，加大曝光的，让我趁热打铁接新戏的。我第一次看到几个女人为了我吵架的样子，还给我整激动了。不如现在趁着有点人气，咱们炒个 CP 吧。经纪人李姐灵光一闪，直接就开始搜罗名单。我想拒绝，一定要炒 CP 吗？看看现在的娱乐圈，哪位女艺人不是满心搞事业？为什么我们还要想着搞 CP？ 但是之前那些靠着 CP 出圈的，现在都火了呀。那是以前拿着旧地图是永远找不到新大陆的。整个会议室瞬间陷入沉默，直到有人突然开口：女艺人不行，咱们可以找男艺人炒 CP 啊。这不就是个新大陆吗？我一口气没提上来，差点晕过去。重点是炒 CP 吗？难道不是应该让我进组走演技派路线吗？李姐立马否决。演戏归演戏，热度不能消失。说完，李姐转身加入讨论。我觉得不错，现在这个市场挺火的。没错，什么都克只会让大家营养均衡。那我们找谁炒 CP 呢？他们埋头讨论，毫无发言权的我在角落刷手机。但是现在小火了一把，私信里全是哥哥好帅等等。我正打算关手机睡觉，突然弹出来一条热搜。秦燕里回忆学生时代，看着热搜上的名字，我下意识点进去。第一条就他发的微博，怀念我的高中时光，说着还放了一张大合照在里面。为了保护其他同学的隐私，他做了背景虚化，以至于照片里离他越远的同学越看不清脸。但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张照片里他压根就没看向镜头，而是看向左下角的人。粉丝也注意到这一点。请问哥哥这是在看谁啊？眼神好深情的样子。可能这就是桃花眼吧，看只狗都深情，但我也好奇，哥哥到底在看谁？似乎是左下角的方向。没有注意到在左下角那个穿白色衣服的男生吗？虽然脸有点模糊了，但是我24K 看帅哥的眼睛绝对不会看错，这也是个帅哥。我顺着秦燕里的视线看向左下角那人，不用看脸，光是看那件衣服，我就差点把手机扔出去。这他妈不是我吗？第二天，经纪人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手都在颤抖。我大学还没毕业就跟着经纪人了，这些年也没赚钱，有时候连房租都交不上，更别说拿钱去微调了。因此，我生怕经纪人看到热搜来质问我。幸好他压根就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但是也给我带来了个不好的消息。给你接了个恋综，去当观察嘉宾，我跟节目组打过招呼了。到时候问你点感情问题，咱们涨涨曝光量啊，好好回答。恋综，感情问题？是啊，这个恋综可不一般，超火的，我求了多少关系才给你搞到手。你好好表现啊。李姐，你确定吗？恋综的话，我担心我表现不好。你怎么了？当初你不是跟我说，你以前没怎么和女孩子说过话，就谈过一段恋爱吗？你小子性格腼腆我知道，那边我都说好了，你放心就是。还没等我话说完，电话就已经挂断。我确实没怎么和女孩子说过话，也确实只谈过一段恋爱，但是那段恋爱的对象是个男的，我也是男的。在家心理建设了2天，第3天经纪人把我接走去录制综艺。去的路上，经纪人还在劝我好好表现。我抱着视死如归的心情上路，完全没想好是自己说了之后被全网抵制，还是现在先瞒着，等将来被曝光之后抵制的更厉害的。毕竟互联网是有记忆的，网友的眼睛也是雪亮的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恋综，虽然只是观察嘉宾。工作人员让我先在化妆室等着化妆师过来。
刚等了3分钟，化妆师就来了，看着我眼前一亮，真是文墨，我超级喜欢你演的角色。化妆师一边激动，一边打开自己的化妆箱，将里面琳琅满目的东西摆出来。我正要准备落座，大门突然被推开。有化妆师吗？先给我们摇摇话，这次的剧照我们不满意，要重新拍。说着，一个戴着墨镜的女人就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进化妆室。这不是文墨吗？女人摘下墨镜，上下扫了我一眼，径直在座位上坐下。先给我画，我很着急。化妆师一脸为难的看着我们，毕竟人家咖位摆在这里，我只能摆摆手，站在一旁等着。就在这时，化妆室的门再一次被推开。秦老师，您先准备一下。好了，就叫我们。我看向门口，为首的男人身形高大，墨镜遮住大半张脸，却难掩气质。是秦彦礼啊，真的好帅。旁边窃窃私语的声音传来，我将在原地不知所措。秦彦礼坐在另一边的化妆桌前，摘下墨镜后，眼神透过镜子看向我。文墨，好久不见了，确实很久没见了。自从高中毕业后，我们就再也没见过。秦彦礼进卷更早，我进卷之后也一直小心翼翼，尽量不要碰面。但是在后来，他的飞升速度就跟坐火箭一样，一跃成为顶流。我们再也没有同台的机会，倒是没想到会在这里见面。真的是秦彦礼啊，小道消息说的一点都没错。方瑶瑶暗暗激动，而后又瞟了我一眼。你还认识秦彦礼啊？我点点头，刚要吭声，秦彦礼再次开口。这么久没见了，过来聊两句呗。不用了，我还要化妆，我一直谨记保持距离，谁料某人根本就不给我机会。那位化妆师不是还在忙吗？我把我的化妆师借给你吧。话音刚落，一个打扮妖艳的男人已经冲到我面前，直接把我往秦彦礼身边带，焊在了他旁边的座位上。太棒了！自从成为秦彦礼的化妆师之后，我都没机会画别人了。他那张脸也没什么画的，浪费我技术。难不成我的脸已经丑到有很多值得画的地方吗？你的小脸真嫩啊，多大了？他27了。秦彦礼抢先替我回答，引得化妆师的视线在我们两人之间来回转动。这么清楚，你们什么关系啊？这次我可不敢让他先开口，立马回答，高中同学。秦彦礼话到嘴边又咽回去，似笑非笑的眼神落在我身上。对，我们是同学。大哥，说话就说话，你这么咬牙切齿的做什么？我也不欠你钱吧？好不容易妆化完，我立马逃出化妆室，往备采间跑。实在是心理压力太大，整整1个小时都有人坐在你身边，眼神直勾勾的盯着你，再配合旁边化妆师一副看破不说破，想笑又努力憋住的表情，我的压力更大了。备采间里，副导演让我再等我一会，说等会还有嘉宾，到时候大家一起对流程。这一等就是1个小时，一直等到秦彦礼出现在备采间。真不好意思，导演，有点事情耽误了。没事的，您说笑了，咱们先说说后面的流程吧。秦彦礼点头，视线时不时落在我身上，看得我头皮发麻。流程对完之后，副导演让我们休息10分钟就开拍。人刚走，秦彦礼就像个大爷似的瘫倒在沙发上。好久不见啊，默默。滚！你来参加什么恋综？这位大明星不是片约不断吗？怎么还这么有时间？飞行嘉宾而已。听说这个恋综很有意思来，我来学习一下。学习什么？听说恋综里有对破镜重圆的 CP， 我来学学怎么把前男友追回来，顺便反思一下当初被甩的原因。我看着坐在沙发上好整以暇的男人，拼尽全力才将牙缝里那句脏话憋回去。秦彦礼，怎么了宝贝？你做个人吧。我和秦彦礼真是高中的一段孽缘。当初我的目标只是考一所好大学，于是高中都在本本分分学习。直到高2那年，秦彦礼转学到我们学校。大概是这张脸太引人注目了些，秦彦礼一来就收到不少情书。
这天学校停电，大家都在为提前放学高兴。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，就在楼梯间看到一个女生对着秦燕里告白。本来还抱着吃瓜的心情，结果下一秒秦燕里就把我拽到她身边。其实我是同性恋，这是我男朋友。女孩同样震惊的看着我们，然后一脸嫌弃的转身离开。谢谢你啊，同学，作为感谢，我请你吃东西吧。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，对上那张微笑的脸，我也说不出话来。看在请吃东西的份上，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。如果当年我能预知未来，知道后来会被他算计的话，我肯定当初毫不犹豫，一个大耳光扇过去。上台录制之前，我特意叮嘱秦燕里不许把我们之前的事情说出去。对流程的时候，导演都说了会有个回忆前任的环节。以我对某人的了解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要搞事情了。可是他要回忆前任啊！我不说你说谁？我咬牙切齿，见周围无人注意，压低了声音。难道你就这么一个前任吗？非得逮着一只羊夫羊毛是吧？唉，真是巧了，我就这么一个前任，满心喜欢的初恋，就这么被甩了。你能明白我的心情吗？你应该不能明白吧？说着，秦燕里同样压低声音。毕竟你就是当年甩我的那一个。说吧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请我吃饭吧，我可能会考虑，行吧？不得不低头。我勉强答应这件事情，秦燕里终于心满意足走进演播厅。接下来他都谨记我的话，全程和我保持距离，连个眼神接触都没有。我终于放心下来，注意力都在恋综嘉宾上。不得不说，节目组是会拍摄的性格各异的几人，各种抓马情节，我抱着吃瓜的心态看得津津有味。直到主持人突然开口：文墨，你能不能分享一下自己的前任？吃瓜又一次吃到自己头上。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话术。那个时候年纪小，稀里糊涂的，因为不想异地恋，所以就分手了。我咖位小，主持人和节目组的心思也不在我身上。随口说了两句，又问秦燕里，所有的摄影机都对准他一个人。秦燕里沉默了一瞬，给我急得心都要跳到嗓子眼了。我和文墨的感情还挺相似，我也是因为异地恋分手的，只不过我是被分手的那个。说着，秦燕里逐渐脸色铁青。他说隔壁班也是异地恋，我内心1万头草泥马跑过，面对镜头还得强装淡定。看起来我们真是同为天涯沦落人，只是秦燕里已经不受控制。我也觉得，只不过你是提出分手那个，我是被分手那个。我心里咯嘴一声，暗叫不好。节目还没播出，但是为了热度，导演组把秦燕里聊起前任的事情剪出来放在网上，全网炸裂。究竟谁会对秦燕里这张脸说分手啊？还是这么扯淡的理由？没人说文墨真好看吗？之前电影里男女主我都不喜欢，就喜欢这个男二，但是他和秦燕里怎么好像认识的样子？楼上加一，文墨只说是异地恋分手，秦燕里怎么知道他是提分手那个？家人们大胆猜测，两人该不会当初是一对吧？一个分手，一个被分手。前2天秦燕里还发了高中的合照，抱走我家哥哥，我们不约。我又一次喜提热搜，只是这一次人都要气炸了。尤其因为秦燕里的话，现在全网都在猜测我们的关系。偏偏秦燕里还在火上浇油，大晚上给我发消息，全是餐厅的地址，这几家我都挺想去的，你选一家请我吧。我仔细一看，全是本市有名的情人餐厅。你知道他们是情人餐厅吗？知道啊，放心，都是21世纪了，没这么多偏见。这是偏见不偏见的事情吗？不是说好的不提我们的事情吗？为什么现在还要说出来？我没有说出来，我只是提了我的前任，但是我只有你一个前任啊。我又没说你的名字，真是好有道理啊，我居然没法反驳。但是当代网友这么厉害，有点蛛丝马迹都能看出来。短短几天时间，就有人将秦燕里那张模糊过的照片复原。
而他在合照里看向的那个人的脸也被高清修复。经纪人给我打电话让我马上去公司的时候，已经有人翻出我以前的照片做了对比，更有厉害的网友直接画了头骨对比图。要是文墨没有整过的话，那我可以100%肯定这就是一个人。我坐在公交车上看着这篇帖子，脚底泛起一股凉意。进公司的时候，我都准备好了接受经纪人的怒火，谁知道他还亲自到楼下接我，拽着我上楼。刚一进会议室，满天的礼花喷在我身上。恭喜你啊，默默，咱们终于要升咖了，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咱们了。经纪人越说越激动，旁边的助理立马把网上的消息调给我看。昨天中午开始，你的名字搜索频率就在直线上升，咱们如今终于要飞升了。一群人激动了半天，经纪人才终于回归正题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和秦燕里是不是高中同学？我点点头，看着经纪人刚刚平复的心情激动起来。你们在一起过吗？我思考了一瞬，还是点点头。经纪人更加激动。那你们怎么分手的？出轨、小三，还是误会？没有，我们是和平分手的。经纪人终于冷静了点，但是下一秒又不在乎的挥挥手。没事，和平分手也好，这样还算有点旧情。秦夜里这条大船，咱们也算傍上了。看着经纪人、助理、商务等等10多人在一起，兴奋的手舞足蹈。我默默开口：李姐，我不想这么麻烦，我只想好好演戏。其实这些年，我挺感谢我经纪人和老板的。当初我在上大学大3下学期，学校拍了个校园宣传片，经纪人接到了宣传片，找上我，邀请我进圈。我说我不能喝酒，不喜欢参加饭局，不会阿谀奉承。经纪人也没说什么，努力找关系给我介绍工作。刚开始我不会演戏，老板花大价钱给我请了表演老师。据说公司没有这个预算，这笔钱还是老板把自己车卖了给我请的。他对我说过最多的话就是文墨，你一定会火的。我和公司的合约只有薄薄几张纸，55分成，解约没有天价解约费。他们让我好好上大学，拿到毕业证，拍戏都尽量在放假的时候。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就进公司，不用参加饭局，不用给导演送礼，更像是老板忙前忙后给我介绍工作。因此我一直很感谢他们。因为我的话，会议室陷入一片安静。经纪人轻叹一声，拍拍我的肩膀。我知道你不喜欢这样，但是有时候现实就这么残酷。圈内有名的导演王导要准备新剧本了，我把你的简历递了好几次都没有回音。但是昨天你上热搜之后，对方主动联系我们。文墨，有时候我们也没办法，你没有曝光，就注定接不到好的本子。经纪人让我好好回去想想，一个晚上我都辗转反侧。网上的事情一直在发酵，最终我和秦燕里都默契的选择不回应。现实确实如此，从那之后，我的片约都多了起来。经纪人知道我性格腼腆，不是走综艺的料子，只能让我去演戏。筛选了好几天，经纪人最终给我接了王导的新戏。毕竟王导是圈里有名的导演，虽然我的角色只是一个男3号，但是胜在角色讨喜，演得好还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间。片约刚刚拿到，经纪人就把我打包送进了剧组。只是没想到第一天就在酒店门口撞上秦燕里，他身后跟着好几个助理，也是来酒店办理入住的。听说你也拍王导的戏，恭喜啊，以后在同一个剧组。多多指教。我僵硬在原地，转头看向经纪人，经纪人也是一脸无辜。咱们这个咖位哪里能打听其他主演啊？以后还是打听一下吧，这年头圈里的人该睡的不睡，不该睡的睡，别弄到最后我出道10年连根毛都没留下。办理好入住，我们拎着行李进酒店，刚进电梯，正要关门，不远处又传来声音：等一下，再等等我吧。一个女人推着行李箱快步走来。呀，这要巧啊！女人摘下墨镜，露出精致的小脸。圈内人人熟知的影后张巧，早就听说她会参演张导新戏的消息，没想到传言是真的。
张乔走进电梯，打量了一圈，视线落在我身上。你就是文墨吗？哎呀，真好看，在网上看到你照片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修的好，没想到本人更好看。张乔展现了出乎意料的热情，拉着我的手说个不停。我哪见过这种场面，只能僵硬在原地。一直到张巧到达自己的楼层，离开电梯之后，我才终于松了口气。你离他远一点，身后传来秦燕里幽怨的声音。我一转头就对上他的视线。你以后别和他说话，离他远一点。秦燕里还想说什么，电话突然响起，他只能无奈接电话离开。王导的开机仪式上，请了很多的媒体来探班采访。以往我连开机仪式都没法参加，这次居然还能接受采访。只是第一次采访，连题目大纲都没有，我不免有些紧张，站在主演旁边局促不安。但是幸好男女主秦燕里和张巧风头大盛，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冲着他们来的。想问问乔姐，在场这么多男演员，单论颜值的话，您更喜欢哪一种的？张巧笑得开心，在我们几人之间来回打量。我更喜欢文墨这种类型的，虽然秦燕里长得也不错，但是冷着脸的时候总觉得太凶了。我更喜欢文墨这种带着书卷气，看起来很温柔的人，因为他的话，我多了几个镜头。张巧一碗水端平，将几个男演员都评价了一番。那张老师在剧组里面更喜欢和谁说话？当然是文墨了，谁不喜欢和长得好看又温柔的小哥哥说话？第二次提到我的名字，各位记者眼睛都亮了，赶忙问是不是之前认识。被张巧否决之后，记者又看向秦燕里。那秦老师在剧组喜欢和谁说话？也是文墨。好家伙，今天都逮着我不放吗？闻言几个记者都笑了。大家都喜欢和文墨说话，是因为文墨话多吗？哦，我们是高中同学，自然有话题一点。秦燕里话一出，全场倒吸一口冷气，我人都麻了。之前合照的事情，我俩都闭口不谈。我私心希望这件事情被大家慢慢遗忘，没想到这人居然重新提出来。最后直到副导演出面让大家问问关于电影的问题，这件事情才终于翻篇。但是记者离开之后，张巧又再次凑过来。文墨，你谈恋爱了吗？我下意识摇头，张巧笑容加深。那你看我，张老师，你们不太合适。秦燕里站在一旁打断张巧的话。哪里不合适？你是女的，他是男的，哪里合适？在场的人都沉默了。好，特别的理由。况且你们一个喜欢男的，一个喜欢女的，更不合适。你要不听听你在说什么？关键这么扯淡的理由，还让张巧脸色一变。你说的对，我俩确实不合适，还是你俩比较合适。说着，张巧转身跑得飞快。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秦燕里已经笑脸盈盈的看着我。还是我们比较合适，你看我们性别一样，喜欢的性别也一样，简直就是绝配。秦燕里一边竖大拇指，看得我只想冷笑。谁说我们喜欢的性别也一样了？那你当年还和我在一起，没想到秦燕里敢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，吓得我赶紧去捂他的嘴。确定周围没人听到之后，我才终于放松下来。那你刚才还说我和张巧不合适，我俩一个喜欢男的，一个喜欢女的。是啊，但我没说喜欢女的那个是你啊。一共就我们两个人，我不喜欢女的。难不成他话语一顿？我和秦燕里四目相对，相顾无言。真是好大一个瓜啊！秦燕里轻笑一声，一个脑瓜崩弹在我头上。你还不知道吧？张巧有个喜欢很多年的女朋友了，被拍到好几次。上个星期又被拍到了，为了转移视线，他应该想找人出点绯闻。我粉丝太多不合适，男二号早就结婚，不就剩下你了？粉丝基础不高，性格又软，将来万一吃亏的肯定是你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难怪张巧这么奇怪，才见面几次就对我频频示好。娱乐圈水深，你混了这些年，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？秦燕里轻叹一声，拽着我往剧组走。
文墨，其实我一直都想知道，你是因为喜欢男人才和我在一起，还是因为和我在一起才发现自己喜欢男人的？我立马甩开他的手。很重要吗？反正现在我们都已经分手了。当然很重要了，要是你是前者，我肯定要防着周围的男人啊。要是你是后者，我就男人女人都得防。说着，秦燕里开始小声抱怨。我也不容易啊，当初满腔欢喜都给你，结果才谈没多久，你一句分手与我断得干干净净，再见面你都是大明星了。身边这么多俊男美女，我要是不防着点，何时才能和你复合啊？千言万语哽在我的喉咙里，最终只化成了3个字：神经病。被我骂了，秦燕里也不生气，跟在我身后往剧组拍摄场地走。虽然后来这人没来烦我，但是不可否认，秦燕里的话在我心里泛起了不小的波澜。到底是因为他是男人才喜欢他，还是因为喜欢他？但他正好是男人。当初我妈也问过这个问题，只不过那个时候她是撕心裂肺的。她将我锁在房间里，一个人在客厅发现，将客厅里所有能砸的东西都砸了个遍。为什么啊？文墨，你说啊，你怎么会喜欢一个男人？他是个男人啊，你怎么会干这么恶心的事情？这些年我供你读书，省吃俭用让你去上补习班，不是让你高中和男人搞在一起的。我爸早早去世，这些年都是我妈抚养我长大，为了供我上学，连衣服都舍不得多买一件，一门心思希望我考个好大学。在发现我和秦燕里在一起后，他崩溃的哭喊了3天。3天时间，他像是苍老了10岁一般。他站在我的房间门口，小声嗫嚅着：默默，算妈妈求你了，不要和男人在一起好不好？你才上高中，爸爸妈妈只希望你考上大学，找到好工作，然后娶妻生子，妈妈就死而无憾了。他第一次如此哀求我，希望我能和秦燕里分开。担心出我们纠缠，于是我妈干脆带着我转学，我和秦燕里也彻底断开联系。秦燕里进卷要更早一些，从她出演第1部戏的时候，我就在偷偷关注，每场电影我都会第一时间买票。看着荧幕里那张熟悉的脸，还有旁边的人在感叹帅气的时候，我只会一遍遍用眼神勾勒他的眉眼。拍这部戏看起来瘦了很多，听说这部戏他多了很多黑粉。我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，关注秦燕里，每天他的动态我都会转发。最近的一次大概是大3上学期结束的寒假，他的电影刚刚上映，我就买了电影票。只是没想到那场电影正好是路演。电影结束后，第1排的男人走上台，摘下墨镜，引得全场尖叫。我站在离他不到50米的距离，看着他熟练的和众人打招呼。谢谢大家支持我，我鞠躬的间隙，我戴上口罩围巾，站在围观的观众中，看着他闪闪发光。不知不觉，我们早已相隔甚远。就算后来我阴差阳错进了娱乐圈，我们的距离也从来没有缩减过。不好意思，文老师，麻烦让一下。道具老师从我面前路过，打断我的思绪。我赶紧起身让开。前期我的戏份很少，因此大部分时候我都是在剧组里观察别人演戏。虽然尽可能想避嫌，但是私心还是趁着难得的机会去看看秦燕里。于是给自己找了个学习的理由，坐在显示器后面，看着不远处的秦燕里。这场戏是他和张巧的对手戏，我看着他那张脸出神。大概是离得太近，总会勾起一些回忆。早就想不起当初是抱着什么心态和他在一起的，可能是一直被压制着，套在学习的壳子里产生的叛逆想法，也可能是真的不经意心动。从那次秦燕里被告白后拉我挡刀开始，我俩的交集就变得越来越多。我们2个班的体育课在一起，老师每次简单热热身就放我们离开。我习惯在操场的角落放空大脑，那是我每周一次偷懒的机会。直到脸上突然一凉，一抬头就看到秦燕里拿着冰可乐贴在我脸上。请你喝的，谢谢你上次帮我解围。可是你上次不是都请我吃过东西了吗？哦，
是吗？这次再请一次吧。每一次秦宴礼都用同样的理由，直到我再也不好意思收。他立马换理由。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的话，你请回来也行。那个时候一门心思都扑在学业上，实在没有想到居然中了某些人的圈套。在片场学了半个月，我的第一场戏终于来了。拍摄过程一切顺利，中午吃饭的时候，道具老师还贴心给我送了个小风扇吹吹。我这才注意到是上次让我让路的那位，只是没想到他长得很年轻，模样清秀，差点让我误会是哪家的演员。看他欲言又止的模样，我抢先开口，请问您有事吗？文老师，我就是想问问，您和秦老师关系很好吗？我下意识要否认，话又僵在嘴边。现在都在一个剧组里面，直接否认会不会不太好？好啊，特别好。你没看我都来找他吃饭了吗？身后响起秦燕里的声音，他的视线在我和这位道具老师身边来回打量。我们关系很好，不用问了，以后也别来烦我们。男人脸色一僵，咬牙离开。你干嘛对人家这么凶？闻言，秦燕里挑眉看我。他昨天给我递道具过来，在我手里塞了写着联系方式的纸条和酒店房卡，这下轮到我沉默。果然是长得好看，男女通吃，就连剧组的道具老师都不放过。你之前说要请我吃饭的，还做不做数？你在节目里就差没直接说我名字了，现在还要我请你吃饭？要知道当时在演播厅里，我的血压都高了不少。我也不是故意的，但是我真就你一个前任。你是不是故意不想请我吃饭？我这张嘴就是再修炼100年，也绝对说不过秦燕里的。这个认知，我10年前就已经知道。下午要下雨，剧组宣布休息半天，我和秦燕里干脆去了附近的餐厅。刚一落座，秦燕里就开始自顾自地点菜。看着菜单上的天价数字，我就一阵肉疼。你请客，我付钱行了吧？看你小气那样，请我吃个饭都不行。秦燕里冷哼一声，将菜单交给服务员。听说不用自己付钱，我心里好受了不少。反正你都要付钱，那拉我来吃饭做什么？我就想你陪我吃饭不行？秦燕里说的理所当然，反手给我倒了杯水。毕竟想把你追到手，我当然要付出点行动。话音刚落，我嘴里的茶水差点喷出来，对面的人仿佛心有灵犀一般，立马给我递来一张纸。默默，你和以前的反应一模一样。我仔细回想了下10年前，似乎秦燕里也是说了同样的话。哎，同学，我喜欢你啊，我可以追你吗？我请你吃饭吧，好像哪怕过了10年，都逃不掉秦燕里的魔咒。你当年被甩了，难道就不会不高兴吗？不是说被分手的人都会很生气吗？尤其当初我还用了这么奇葩的理由。秦燕里说起的时候都是脸色铁青。不会，老记挂当年的事情做什么？难道要一辈子介怀？放弃现在吗？包厢内陷入一片沉默，我低头不语。默默，我们都长大，不会再像以前一样。如果阿姨现在暂时不能接受我们，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慢慢来。我相信总有一天阿姨会看到我们的感情。我抬起头，对上秦燕里的视线，缓缓开口。你确定吗？你还有这么多粉丝，如果知道这件事情，他们会怎么想？我相信他们会理解的。我们总不能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评判里吧？如果真的不能接受，秦燕里沉默一瞬，语气坚定。我可以退圈，可以转幕后，可以找别的工作，可以给我们的未来找一份新的出路。新的出路曾经和秦燕里分开，似乎也是因为看不到我们的出路。如果是和曾经的人找一份新的出路，那我愿意。走出餐厅的时候，秦燕里已经换了副模样，满面红光往外走。没走2步人已经凑过来，周围人来人往，我立马保持距离。万一周围有人拍到怎么办？拍到就拍到，正好公开。说着，秦燕里再次凑过来。以前在学校的时候，总是小心翼翼，害怕被老师发现。哪怕秦燕里安慰我不可能，咱们2个人就是勾肩搭背走在一起，老师也不会说什么。
似乎确实如此，老师从来没往那个方向想过。我们胆子也越来越大，要不是我妈发现我和秦燕里在学校后门接吻，估计这件事情都不会被捅出来。晚上我坐在酒店房间想了很久，还是跟我妈打了电话。赚了钱之后，我一直想把她接过来生活，但是她不愿意。这几年她一直在老家，又重新找了对象，我还高兴了很久。默默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？听着电话那头的声音，我沉吟了许久才开口：妈，我谈恋爱了。是他吗？我轻轻嗯了一声，换来长久的沉默，久到我都以为他睡着了，才终于听到一声叹息。就这么放不下吗？当初我让你转学，看着你一天天消沉，整晚睡不着，每天只会看书，他就这么让你放不下吗？是放不下，因为放不下，所以转校之后拿着他以前送过的东西看了一遍又一遍。因为放不下，他的每一部电影我都关注。因为放不下，整整10年心里都走不进另一个人。那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我妈又是一声叹息，嘱咐2句就挂断了电话，算是一种无声的妥协。我和秦燕里越走越近，平时在剧组，某人只要一有时间就凑过来，来采访的记者都抓到好几次。偏偏某人不知收敛，经常在采访里提到我的名字，以至于网友都开始察觉不对，他们2个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关系会不会太亲近了些？尤其秦燕里眼睛直勾勾的，我也不想磕呀，但是他一直盯着文墨，都舍不得挪一下。家人们发现的新的 CP， 关键当初的合照照片可是正主本人发出来的，这算不算是暗示？经纪人首先给我打了电话，确定真的在一起之后，反而一脸担忧。虽然咱们公司穷，但绝对不是要靠艺人卖身上位的。网上磕的火热，秦燕里让经纪人随时关注风向。他还准备挑个好日子官宣的时候，没想到有人先我们一步，已经曝光了。你磕的 CP 是真的。这条热搜刚刚爆出来，全网就炸了。我和秦燕里当初在片场说的话，居然被人拍了视频。谁说我们喜欢的性别也一样了？那你当年还和我在一起，短短几句话，直接给网络整瘫痪。服务器修整完毕，已经是2个小时之后，网上议论纷纷。我就是磕着玩玩的，你们怎么还当真了？真在一起了？我说个数，1小时直播，把你们的曾经和现在都给我讲清楚。家人们谁懂啊？我的 CP 是真的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超越所有 CP 粉。当天剧组都休息了1天，导演和经纪人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。秦燕里悠闲淡定的去楼下餐厅吃饭，我们还在餐厅撞见了张巧，他微笑着和我们打招呼，却被秦燕里叫住。张老师这招围魏救赵用的真厉害啊！你在说什么啊？我听不懂。难不成张老师也想我爆点猛料？我还在疑惑的时候，张巧已经脸色突变，坐在了我们身边。这件事情是我对不起你们，开个价吧，我可以做赔偿。我不缺钱。张巧咬牙看向我，我也没有办法，那些记者已经快堵在他家门口了。我也是为了保护他，才只能拉你们出来转移视线。我终于反应过来，大概是张巧和女朋友被拍到这件事情，他的女朋友一直在被狗仔跟踪，所以你就让我和默默暴露在人前。秦燕里的话让张巧满脸通红。我没有办法，我们都是同性恋，你们应该也知道，在一起多不容易，我不能让他受到伤害。换作是你们的话，也会这么做。空气凝固了一瞬，秦燕里冷笑了声，把他藏起来，世人永远都不知道你们的关系。就是上册，他看着你和男男女女拍戏，看着你和别人炒绯闻，自己却见不得光，就是为他好。难道我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张巧恼羞成怒，站起身怒吼。难道秦燕里你就敢公开吗？你不怕世人指责吗？你不怕粉丝脱粉回踩吗？你不怕事业受损吗？以后上面授权的证据，你就再也没有演出的机会。所有片子
都会因为你加大审核，你能接受吗？秦燕里没说话，而是转头问我，你能吗？可以。这一次我很坚定，无论前路如何，我们都能找到新的可能。秦燕里微微一笑，重新看向张巧。我也呢。当晚，我和秦燕里对这件事情做了回应，尤其是秦燕里更详细，直接从10年前开始说，就差没发小作文了。秦燕里这条微博直接被顶上热搜。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我磕的 CP 是真的。磕过这么多对，这对居然承认了，不可思议。我搞到真的了，虽然还是有不少反对的声音，但是大部分人都抱着祝福赶来。幸亏我们双方经纪人都提前做好心理准备，并且时刻关注风向，随时做好应急预案。只是事情曝光之后，剧组的工作人员看我们的眼神都多了些暖媚的氛围，尤其是剧组的化妆师更是眼冒星星眼。拍了2个月，我的戏份终于结束了。杀青当天，导演给我包了红包，有人往我喷了礼炮，而后就是众人起哄的声音。我看向不远处，秦燕里正抱着手捧花向我缓缓走来。杀青快乐，这段戏结束了，但是我们的未来才刚刚开始。我们并肩站在一起，身旁的人都自觉让开位置。摄影机将镜头对准我，我和秦燕里第一次正式的只属于我们2人的合照正式留下。但是我相信我们未来还会留下更多照片。就如他所说，我们的未来才刚刚开始。